屏幕前的各位新老朋友，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随着岁月这把无情的刻刀，在我们脸上和身体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您是否也常常在深夜里感到一种深深的力不从心？很多上了年纪的老朋友，常年备受脾胃虚寒、肠道不顺的剧烈折腾，每天不仅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在看着体检报告时，都在担忧自己是不是离肠胃癌症的深渊越来越近。这种无形且持久的恐惧，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加折磨着每一个渴望长寿的灵魂。面对这些身体日复一日发出的红色警报，您是不是以为那些站在财富金字塔顶端，动辄身价千亿的富豪们，每天都在靠着天价的千年人参、极品的血燕窝，或者世界上极其罕见的稀释补药来为自己强行续命？很多普通老百姓甚至会觉得，绝对的健康是富人和特权阶级的专属，自己根本无力承担那高昂的养生费用，只能听天由命。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健康法则对世间万物都是绝对公平的。李嘉诚的私人医生曾向大众透露过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健康秘密。他明确指出，真正能为我们脆弱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天然肠胃救星，根本不需要您去名贵的同仁堂或者高级药房里斥巨资寻找，他们就安安静静、平平无奇地藏在您家厨房那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最便宜的这2味新香料，就是大蒜与生姜。今天就让我们彻底放慢脚步，抛开那些令人头疼的复杂医学术语，一起深度拆解这套顶级圈层都在默默坚持使用的健康底层逻辑。我们不仅会用最接地气的大白话告诉您，为什么一片小小的生姜能够起到温阳的奇效，给您的身体升起一盆永不熄灭的长明火，更会为您像剥洋葱一样深度揭秘大蒜里蕴含的大蒜素究竟是如何像一位微观世界里冷酷无情的清道夫一样，促进肿瘤细胞凋亡，从而帮您死死守住，极大降低胃癌与大肠直肠癌风险的最后防线。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关乎生命质量的话题对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有所帮助，请您务必先在屏幕的下方点个赞，顺便点击一下那个小小的订阅和关注按钮。因为在长视频的最后，我不仅会为您揭秘枯燥的科学原理，还会把那位顶级医生私藏的超级简单的黄金实操法原原本本毫无保留地交给您。您现在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健康长寿4个字为自己祈福，或者直接告诉我您平时在家里做家常菜最喜欢放葱姜蒜里的哪一样。点好关注，留好言，让我们一起进入这趟不可思议的健康探索之旅。要彻底理解这2味新香料的伟大之处，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我们这副用了大半辈子劳苦功高的肠胃到底在深深地害怕着什么。中医里常说一句流传千古的老话，10味9寒。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底火旺的就像个小火炉，吃一整根冰透的冰棍，喝一大碗冷风吹过的凉汤，肠胃顶多稍微抗议一下，睡一个好觉，第2天也就完美消化了。但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里的那团先天阳气就像是渐渐变弱、摇摇欲坠的炉火，稍微吹点秋后的冷风，或者多吃了一口偏寒凉的西瓜，肠胃立刻就会敲响警钟，宣告彻底罢工。这种深入骨髓的冷，不是您多穿一件厚重的羊毛衫，多盖一床厚实的棉被就能暖过来的，它是由内而外散发的虚寒。很多老朋友经常觉得肚子莫名的胀气，隐隐作痛，甚至大便常年不成形，一天要痛苦地跑好几趟厕所。这其实就是脾胃的
运化能力彻底失去了热量的基础支撑。长此以往的肠道不畅，不仅导致您吃进去的鸡鸭鱼肉根本吸收不到任何营养，更可怕的是，毒素会在您的体内长期滞留腐败，让肠道原本坚固的免疫防线日渐脆弱不堪，最终甚至成为孕育致命重疾的温床。面对这种可怕的虚寒，盲目的去吃昂贵的滋补品，就像是把上好的干燥木材扔进了一个连一点火星都没有的冰冷炉子里，不仅完全燃不起来，反而会把炉子的通风口给死死堵住，造成身体极其严重的消化负担。真正高级的养生讲究的是顺势而为，是先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炉膛里那团熄灭的火重新点燃。这个时候，首富餐桌上的秘密就展现出了他那令人惊叹的非凡智慧。在上一章我们详细探讨了面对许多老年人脾胃虚寒、肠道不顺，甚至面临极其可怕的患癌风险的健康危机，真正的破局之法往往藏在世间最平凡的事物之中。今天我们就来极其深度地拆解那位顶级私人医生所极力推崇的天然肠胃救星之一，那个常常被扔在厨房角落里无人问津的辛香料生姜。中华传统医学博大精深，古籍中常说，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是所有气血生化的绝对源泉。如果您把我们这副日夜操劳的身体比作一台精密运转了几十年的大型机器，那么脾胃就是这台机器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超级发动机。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会深有体会，自己稍微吃一点偏凉的水果，比如几个橘子或者半截黄瓜，或者晚上睡觉翻身时没盖好肚子吹了风，第二天清晨立刻就会出现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胀气。很多人天真的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吃坏了肚子，吃点消炎药就算了，但实际上这是您的身体在向您发出一个极其明确且极其危险的求救信号。您的脾胃实在太冷了，在现代西方医学的严谨视角下，消化酶的活性是需要极其合适的温度来拼命维持的。当很多老年人长年累月地处于脾胃虚寒的状态时，肠道那原本强大的运化能力就会呈现断崖式的下降。这就好比在一个数9寒冬、窗户四处漏风且完全没有生火的冰窖房间里，您哪怕往里面搬进再多名贵的深海鱼油、再高级的野生海参，也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身体根本没有足够的温度去加工和分解它们。这种长期的顽固的肠道不顺，不仅会让身体彻底失去营养来源，变得骨瘦如柴，还会让大量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和毒素滞留在五脏六腑之中，进而成倍地增加患上恶性疾病的风险。面对这座冰冷刺骨的房间，我们究竟该怎么破局？很多人习惯性地戴上老花镜，去街角的药房寻找那些名字听起来高大上、价格令人啧舌的名贵中成药，但李嘉诚私人医生给出的答案却出人意料的简单，直接甚至有些寒酸。用生姜，为什么偏偏是生姜？因为生姜这块长得疙疙瘩瘩的植物根茎，它最大的医学价值就完美地藏在2个字里：温阳。所谓温阳，绝不是像烈火烹油那样给身体带来口干舌燥的燥热和上火，而是一种极其温和、极其绵长且穿透力极强的生命暖意。生姜就像是一位悄无声息、极其耐心的生活人，它不需要大动干戈，只要在您的日常饮食中巧妙地借道而行，就能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在您冰冷的胃壁上升起一盆永不熄灭的长明火。当生姜那独特的辛温之气顺着食道缓缓进入脾胃，它首先会极其温柔地唤醒那些因为受寒而陷入深度休眠的肠胃细胞，
它就像冬日清晨冲破黑暗的第一缕阳光，硬生生地穿透浓重的晨雾，毫无保留地照在冻结的土地上。随着这股纯正阳气的源源注入，胃部周围那停滞的血液循环开始重新加速奔腾，肠道的蠕动也慢慢恢复了年轻时应有的欢快节奏。那些原本死死堆积在体内，让您感到无比沉重，每天都提不起精神的寒气与湿气，在这盆温和的炭火日复一日的烘烤下，慢慢化解、蒸发、消散得无影无踪。这才是真正令人叹服的救星智慧。他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世间最高级的养生，从来不是去医院里与身体做那些刀光剑影的激烈对抗，而是顺应身体本身的自然规律，给它提供最需要的底层温度支撑。生姜之所以被医生毫无保留地称为天然的肠胃救星，不仅仅是因为它那神奇的功效，更因为它那极低的几乎为零的获取门槛。它就静静地躺在我们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厨房里，不张扬不昂贵，却拥有着足以对抗严寒的极其强大的生命能量。当这盆叫做温阳的长明火在您的体内稳定且持续地燃烧起来时，您会惊喜地发现，不仅常年冰冷的肠胃变得舒坦了，冰凉的手脚开始有了暖意，甚至连您整个人的气色、说话的中气、精神状态都会发生一场由内而外的彻底蜕变。在上一章我们生动地讲到，生姜就像一盆温和的长明火，能为常年受寒的老年人驱散脾胃的虚寒，唤醒肠胃那沉睡的运化能力。但是如果长期的肠道不畅已经让身体这台机器生了厚厚的一层铁锈，甚至在连仪器都难以察觉的暗处，悄悄潜伏了更危险、更致命的坏分子，我们又该拿什么去拯救自己？这个时候，顶级私人医生所推崇的第二位厨房超级法宝大蒜，就要带着他那股不容置疑的霸气隆重登场了。被许多人深深误解，甚至极其嫌弃的辛辣，其实正是这颗星球上生命最强悍的卫士。很多上了年纪的老朋友对大蒜往往是抱着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态，爱它在热油里爆香时那种勾人食欲的提味，却又极其嫌弃它吃完后长久残留在口腔里那股刺鼻的让人尴尬的辛辣味。有的肠胃稍微敏感的老人甚至觉得它稍微有些辣味，因而为了图一时的舒服而不愿意多碰。但您可能根本不知道，正是这股让许多人避之不及的刺鼻辛辣，恰恰是大蒜用来为您斩断肠胃病变隐患的最核心、最致命的武器。现代尖端医学在几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下，为我们彻底揭开了这位古老辛香料那令人敬畏的神秘面纱。大蒜之所以拥有极其强大的堪比抗生素的杀伤力，是因为它的内部含有一种极其珍贵的、极不稳定的活性物质。大蒜素，如果我们把生姜比作温和抚慰肠胃的善良生火人，那么含有高浓度大蒜素的大蒜，就是一位果敢伶俐、绝不手软的肠道清道夫，或者是围观身体世界里背着炸药包的拆弹专家。随着年龄那不可逆的不断增长，我们肠胃内部那原本固若金汤的免疫防线，难免会出现疲惫、松懈和致命的漏洞。那些因为常年脾胃虚寒、大便不通、肠道不顺而长期滞留在体内的恶臭毒素，极易腐蚀和破坏肠道黏膜的完整性，诱发底层细胞的异常突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很健康的老年人会突然面临极大患癌风险的深层恐怖原因。而大蒜素的非凡之处，绝对不仅仅停留在普通的杀灭细菌和消炎层面，它更是被全球顶尖的科学机构
严谨证实，能够极其有效地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细胞凋亡这个医学专有名词听起来有些深涩难懂，用通俗的大白话来解释，大蒜素就像是一支装备极其精良、嗅觉极其灵敏的微观特种巡逻队，它能够在如同迷宫般复杂的肠胃环境中，极其精准地识别出那些企图扎根生长、疯狂分裂、搞破坏的坏细胞，并毫不留情地强制按下这些危险分子的自毁按钮，让他们自行崩解、消亡，化为乌有。这种在微观战场上每天都在上演的无情清扫，对于抵抗力日渐低下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意义非凡。它等同于在您的消化系统内部免费建立了一道极其敏锐且坚不可摧的防火墙，能够实打实地、有数据支撑地降低胃癌与大肠直肠癌的发生风险。深入了解了这一层令人震撼的科学原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位首富餐桌上的秘密，就会恍然大悟。真正的健康顶级智者从不迷信那些事后补救、花钱买罪受的天价神药，而是懂得聪明地利用大自然赋予的最不起眼的天然力量，在日常平淡无奇的一日三餐中，把最危险的隐患悄无声息地扼杀在摇篮里。从生姜的温阳护本，到大蒜斩断病变隐患的雷霆破局，这两位相貌平平的厨房老朋友，一温一火，一守一攻，简直是天作之合。他们联手为我们的脆弱肠道构筑了一道堪称完美的生命防线。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身边的一位老友，今年刚满70岁。他年轻时做生意打拼，长期饮食不规律，加上常年受脾胃虚寒的困扰，肠胃一直是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前几年他在体检中查出了肠道息肉，医生建议一定要高度警惕，防止病变。他当时吓坏了，每天吃各种昂贵的补品，甚至一度因为担心癌症而寝食难安。后来他偶然听到了类似的养生建议，心态从花钱买药转变为厨房养生。他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仅仅是听了医生的嘱托，把家里那头不起眼的大蒜利用了起来。他每天雷打不动，按照切碎氧化15分钟，拌入温热饭菜的方法吃蒜。起初他也觉得味道大，不习惯，但坚持了3个月，他发现最直观的变化是，过去那种总是隐隐作痛、胀气的感觉消失了，大便变得规律通畅，整个人气色也红润了不少。半年后，当他再次去医院复查时，那位主治医生看着检查单感到非常惊讶，说息肉的情况控制得非常理想，几乎没有恶化的迹象。他问医生是不是自己用的药见效了，医生笑着摇摇头说，其实没用什么特别的药，是他自己肠道的抵抗力上来了。这个案例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最好的医生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最好的药房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厨房。他从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病人，变成了一个满面红光的养生达人，靠的不是运气，而是那份将大蒜素的威力日积月累坚持下去的恒心。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哪怕是肠胃已经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只要您从现在开始调整生活习惯，利用好这2样天然的肠胃救星，身体是会给您最积极、最及时的反馈的。在前面极其详尽的内容里，我们带您重新彻底地认识了厨房里的这2位老朋友，能为脾胃起到温阳奇效的生姜，以及含有珍贵大蒜素，能像清道夫一样促进肿瘤细胞凋亡，大幅降低胃癌与大肠直肠癌风险的大蒜。这2位极其普通，菜市场几块钱就能买一大把的辛香料，之所以能被见多识广的顶级私人医生奉为天然的肠胃救星，靠的根本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玄学力量，
而是完全顺应了身体运转的底层生物学逻辑。但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可能又会犯嘀咕了，产生深深的担忧。老年人本来就脾胃虚寒，肠道不顺，如果听了您的话，直接去啃生大蒜或者大口嚼生姜，会不会辣得胃疼？太刺激了，反而把胃搞坏了。您的顾虑非常专业，也非常对，这恰恰是很多人盲目养生走入悲剧误区的地方。养生绝不是生搬硬套的野蛮行为，再好的天才地宝，如果您的吃法不对，也会变成肠胃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今天我们就为您完整毫无保留的揭晓医生最后千叮咛万嘱咐教给您的那套超级简单的黄金实操法。这套方法的核心首要原则只有极其关键的2个字：温和。第一大锦囊，生姜到底怎么吃最能发挥温阳的极致功效？您千万不要逞强去干嚼生姜，那样的辛辣对老年人那本就薄如蝉翼的胃黏膜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过度刺激。最安全也最有效的做法是温水为泡或者晨起含姜。每天早上，当您刚刚睁开眼起床，肠胃还没完全从睡梦中苏醒的时候，拿刀切1到2片薄薄的生姜。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请您务必注意，尽量带皮切，因为中医讲究姜肉是温性的，姜皮是凉性的，带皮吃能起到极其精妙的阴阳调和的作用，绝对不会让您产生口腔溃疡或者上火的症状。您可以把它放在温水里浸泡10分钟后，趁热缓慢地喝下这杯温热的姜水，或者直接把它含在嘴里，千万不要用牙齿去嚼碎它，就让生姜的辛温之气随着您的唾液慢慢地咽下肚，几分钟后把姜片吐掉即可。每天早上只要您能坚持这么做，就是用这世上最温和的方式，在您的胃里悄悄点燃一盆长明火，把一整天的运化能力都彻底，精神抖擞的唤醒。第2大锦囊，大蒜又该怎么吃才能最完美、最安全的破局？大蒜素虽然能极其霸道地促进肿瘤细胞凋亡，降低令人恐惧的患癌风险，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娇气的大小姐。它在油锅的高温下极其容易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瞬间失去功效，而直接大口生吃又太伤胃壁。黄金实操法里的秘诀就在于这字字珠玑的8个字：切碎氧化，温热入菜。每次您在厨房做饭时，先把大蒜切成极薄的薄片，或者用蒜臼子仔细捣碎成细腻的蒜泥。记住，这最关乎成败的一步，千万别立刻把它们下锅去热油里炸，而是让它在案板上静静地放置整整15分钟。这个暴露在空气中的漫长等待过程，会让大蒜里的内部物质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极其剧烈的化学反应，释放出最丰富、最具威力的大蒜素。然后，在您的饭菜已经完全做好，即将出锅，温度稍微降下来一点的时候，再把这些蕴含着生命能量的蒜末均匀地拌进去。这样一来，既完美保留了大蒜素强大的微观杀伤力，又因为和温热的食物充分混合在了一起，大大降低了对脾胃的直接刺激。这套超级简单的黄金实操法，没有任何繁琐复杂的工序，也完全不需要您增加任何昂贵的金钱花费。它所需要的仅仅是您在每天平淡的1日3餐中多留那15分钟的耐心等待，以及每天清晨多那么一片生姜的温暖陪伴。真正能抵御岁月无情侵蚀，挽救肠道不顺的，从来不是您花大价钱偶尔吃一次的天价补品，而是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自己身体极其细致入微的呵护与关爱，把最简单的动作重复做对，坚持到底，就是这世上最高级的养生之道。
当您每天安然地坐在自家的餐桌前，喝着温热舒畅的姜水，吃着拌了鲜蒜末的热腾腾的家常饭菜时，您不仅是在填饱咕咕叫的肚子，更是在为自己的身体建立一座坚不可摧的健康堡垒。最好的长寿灵药，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自己的厨房里，在每一顿安稳、温暖、充满烟火气的家常饭菜中。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健康密码就全部为您拆解完毕了。如果您觉得这套来自顶级医生的黄金实操法对您有哪怕一点点的启发，请务必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击屏幕下方那个醒目的订阅按钮，并把这个饱含心血的视频转发给您最关心的家人和朋友。也许您的一个转发就能挽救一个家庭的健康。您千万别忘了在评论区告诉我，您打算从明天早上开始先尝试生姜的温阳，还是先尝试大蒜的清扫？您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都是对我们继续制作出更多优质健康内容的巨大鼓励和动力。祝愿每一位耐心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拥有一个强健如初的脾胃，每天吃得香，夜夜睡得沉，无病无灾，安享健康长寿的幸福晚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